美国又有人预测要爆发内战，这话喊了1年多，到底肯不肯玩点真的？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刘小飞。美国这个《华盛顿邮报》最近有报道，说是有3个退役的美国将军，保罗·伊顿、安东尼奥·泰库巴斯，还有这个斯蒂文·安德森，他们3个人预测，2024年总统大选之后，美国可能要爆发一场内战。我一想，去年这个白宫占领前后，不是说过一次这个内战话题吗？当时很多人还判断这个美国的内部分裂会更加严重，弄不好这个拜登的人跟特朗普的人呢就能打起来。结果呢，大家抻着脖子等了这么久，愣是没打起来。那么现在几个老将军又把内战话题挑起来了，是不是意味着美国的社会分裂跟以前一样严重，或者说是比1年以前可能更严重了？本月12日，美国微软全国广播公司，就是美国 NBC 还有微软合办的那个，就是这个公司的国家事务分析师约翰·海尔曼在一个电视节目里边讲，他说他很认同《大西洋月刊》的一个文章，那个文章认为特朗普已经发动了一场政变了。另外呢，这个海尔曼还补充一个数字，说美国现在有2000万到3000万的人已经准备好了拿起武器要罢免拜登。2000万到3000万人在美国倒不算特别多，不过那2000万到3000万可是持枪的呀。2021年呢，美国还有调研机构进行了一个全国性的调查，就是发现46%的美国人认为未来可能发生内战，43%的人认为不太可能，11%的人不确定。如果按年龄来算的话呢，53%的年轻人认为有可能发生战争，老年里边呢只占31%。而且南部这帮人49%认为要爆发内战，五大湖区48%，东部39%。所以呢，这个认为爆发内战可能性比较大的，居然是占最大的成分。这就怪不得连特朗普都说过，要不了几年，美国必然分裂。对此呢，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众议员麦迪逊·考索恩把问题归罪于现在的选举造假。实际上，除了选举问题造成美国内部割裂的主要原因，还包含了种族平等不平等、枪支管制不管制、堕胎合法不合法、气候变化怎么控制、疫苗到底有没有害，甚至是戴不戴口罩都能吵到打起来。以至于美国有些学者跟媒体都说，美国的社会种族冲突、各种观念冲突已经让美国进入了一个部落主义时代。幸亏美国人不怎么吃豆腐脑啊，不然弄不好还能搞出一个甜党和咸党之间的争霸战。长期以来，我们对美国国内的稳定呢，只能算是不看好，就没想到这些媒体的态度简直就是绝望加悲观了。也有人提出只要美军不乱就行。但是作为美国的最重要的稳定力量，美军的内部情况好像也差不多。2018年的时候，美军内部进行一个民意调查，就发现3%的士兵认为近年来军队的政治上变得更加两极分化，而且军队呢是高层更倾向于拜登，底层士兵更倾向于特朗普。上面的数据分析呢，都是来自于美国的新闻报道。为了更接地气一点，我还专门去了一个海外华人群，问了问在美国华人的实际感受。他们表达的观点是，美国未来面对的不见得是内战，但一定是内乱。其中一个最有趣的观点是，他们倒希望美国真的来一次内战，经过一次内战，打出一个集权制的新美国，把这个联邦制的弊端全扫除，然后美国才能走上正轨。面对国内这么多纷争，美国政界现在必须给全美国找出一个共同的敌人，才能稍微转移一下这种内部矛盾。当然，这个共同的敌人显然就是俄罗斯和我们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倒是应该注意一点，在跟美国的舆论战中呢，要学会耍点心眼儿，比如说拉一派打一派。今天你抨击特朗普，不妨夸夸拜登；明天你这骂拜登的时候，不妨说一说特朗普才是聪明人。既然美国、台湾网军在中国大陆都会用这一招挑拨离间，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在美国玩一点捧杀和挑逗的手段呢？核心就是让美国的主要矛盾留在美国国内，别转向我们。反正呢，不难看出，美国的所谓自由和政治正确，加上网络时代，任何公众事件发生之后，人人都可以在公共媒体上拱火加油，所以最后产生的效果就是美国内部从言论到行动全是暴力，然后积累仇恨，导致社会不断分裂。美国呢，目前还解决不了这个问题，除非美国学中国，也组建一个能管事儿的中央网信办。好，
关于美国的内部分裂情况会不会导致内战，今天呢我们就聊到这里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，我们下期再见。